娘が出てきた時に悪いことしてないから謝ってもらいたいねんって、それだけ私に最初で最後で言ってくれてたので。想象一下，一个16岁的青春少女，平时最喜欢和身心障碍者的孩子们待在一起，但仅仅因为在制止冲突时一个触碰到对方下巴的动作，就被指控为虐待。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也没有逃亡可能的情况下，她被突然逮捕，关进了暗无天日的拘留所。在接下来的18天里，他被切断了与家人的所有联系，每天面对审讯人员的威逼利诱，你认罪就轻松了，别让你妈妈难堪。他哭着在笔记本上写下：我真的没有做，但换来的却是拘留期被2度延长。当他终于获得不起诉处分，被释放出来时，母亲抱住他，却发现他已经瘦得全身只剩骨头。因为极度的恐惧和心理创伤，他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变得无法进食。最后，他的体重掉到只剩20公斤，在极度营养不良的痛苦中结束了短短16年的人生。这不是恐怖电影的剧本，而是去年在日本真实发生的悲剧。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和田先生，我是 Alex。今天我们要聊聊这起震惊日本社会的16岁少女之死，以及这场悲剧背后那场被无数人诟病，甚至被称为摧毁人权的日本司法黑幕——人质司法。故事的主角叫做 Luna， 去世时年仅16岁。Luna 是一个非常善良、充满爱心的女孩。她在家族经营的身心障碍者支援机构里帮忙。对她来说，这不只是一份帮忙家里的工作，她甚至还专门去考取了身障支援的相关证照，把这件事当作自己一辈子的职业。在妈妈的眼里，Luna 只要和那些有障碍的孩子们在一起，整个人就会闪闪发光。然而，这份温馨的日常在去年2月的一场活动中彻底被粉碎了。当时，机构正在举办一场情人节活动，现场大概有35个人。活动进行到一半，一名患有重度智力障碍的女性参加者突然情绪失控，试图去咬另外一位参加者，情况非常紧急。为了防止有人受伤，Luna 和现场的一名男性工作人员立刻冲上前去制止。在混乱的拉扯中， Luna 的手碰到了这名女性的下巴。本来这只是一次职责所在的安全制止，但现场另外一名同样患有智力障碍的参加者看到后，怀疑这是虐待，于是向公所进行了通报。让人没想到的是，这起通报在过了4个月之后，竟然演变成了警方的雷霆行动。4个月后的一天，警方突然找上门。家属回忆说，当时警方只丢下一句：因为有嫌疑，所以逮捕令已经发下来了，就直接把人带走。等家人心急如焚地赶到现场时，连 Luna 的面都没见到，她就已经被关到了拘留所。警方指控 Luna 和另一名男员工涉嫌施暴。面对这个莫名其妙的罪名， Luna 从头到底都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她只是在保护使用者。然而从那一刻起， Luna 就陷入了完全孤立无援的绝境。搜查机关直接下达了接见禁止令，这意味着除了律师以外， Luna 被禁止与任何外部人员见面或写信，就连她的亲生妈妈也不行。一个16岁的未成年少女就这样被关在窄小的独居房里，切断了和这个世界的所有联系。在警方随后发放的嫌疑人笔记本里， Luna 用颤抖的字迹记录下了她在里面遭遇的心理折磨。审讯人员每天不断地对她进行精神轰炸。Luna 在笔记里写道，他们一直问我是不是敲了她的下巴几下，叫我老实交代是不是真的做了，但我真的没有做。为了击碎她的心防，搜查人员甚至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她说，你现在认罪的话就轻松了哦，我们也不是想弄垮你们的机构，不要让妈妈为难哦。甚至还扯谎欺骗她说，
其他工作人员都已经招供认罪了。这种日复一日的精神压迫，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都难以承受，更何况是一个16岁的孩子。因为极度的焦虑与失去自由的恐惧，露娜的身心开始崩溃，出现了医学上所说的拘禁反应。她开始变得完全吃不下东西。辩护律师看着露娜的状况越来越差，曾多次向法院申请解除部分接见禁令，希望至少能让妈妈进来见她一面，给她一点精神支持。但是法院每一次都冷酷地拒绝了。不仅如此，正因为露娜坚持不肯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法院甚至2度批准延长她的拘留期。笔记本上留下了无数个被泪水化开的字迹：我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把自由还给我，我不会认输的。最喜欢妈妈，好想快点见到你，想重获自由。世界第一，骄傲的，最喜欢的妈妈。在被拘留的第18天，露娜因为严重的脱水症状，在拘留所内倒下了。直到隔天，检方才终于做出了不起诉处分，把她释放。18天的拘禁结束了，但露娜的噩梦却远没有结束。当妈妈在拘留所门口终于接到女儿时，眼前的景象让她彻底崩溃。母亲流着泪回忆说：“她出来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不再是以前的她，而是瘦骨如柴。我抱住她的时候，感觉摸到的骨头都是硬邦邦的，那根本不是我认识的女儿。”重获自由的露娜精神已经完全垮了，她被医生诊断出罹患了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回到家后，她整天陷入深度的恐惧中，常常对着空气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好可怕，住手！”因为在里面受到的创伤，她患上了严重的进食障碍，完全无法吃下任何东西，身体陷入了饥饿状态。即使饱受折磨，这个善良的女孩在清醒时依然坐着轮椅，一边往返医院治疗，一边对妈妈说：“我还是想和机构里那些有障碍的孩子们一起努力。”但她的身体已经没办法支撑这个愿望了。露娜的体重一掉再掉，最后瘦到只剩下20公斤，将近是她健康时期的一半。在与病魔和心理创伤痛苦拉扯了几个月后，去年12月，露娜因为极度营养不良，心脏停止了跳动，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6岁。露娜的死在日本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也让一个极具争议的法律术语再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人质司法，简单来说，人质司法是指搜查机关在被告明明没有湮灭证据，也没有逃亡可能的情况下，依然利用法律漏洞强行把人逮捕并长期拘留。他们把人身自由当作人质，只要你不认罪、不写自白书，他们就不放你走，甚至不让你见家人。我在过去的影片也分享过什么是人质司法以及相关的案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以往的影片。许多法律专家指出，日本的这套体系存在着巨大的漏洞。首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流产。在日本法律中，16岁的露娜在法律术语上被称为少年。根据日本的少年法，未成年人的案件原则上应该在家庭裁判所的管辖下进行。检察官只有在有特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申请拘留。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法院和检方似乎完全把露娜当成了成年刑事案件来处理，根本缺乏保护少年的观念。其次，缺乏客观证据的收集。遗属在调查后发现，当时情人节活动现场明明有35个人，但警方竟然只听信了那一名通报虐待的智力障碍参加者的单方面说辞，就直接定罪逮捕，完全没有向现场其他30多名目击者求证。更讽刺的是，在露娜死后，那名通报的参加者才公开道歉，承认自己当时把话说得太夸张了。最后，日本缺乏律师陪同审讯权。在欧美等许多国家，嫌疑人从被逮捕的那一刻起，律师就有权利全程陪同审讯，以防止警方诱供或逼供。但在日本，审讯室是完全封闭的，律师不能在场，这让嫌疑人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
如同待宰的羔羊。露娜离世后，她的母亲悲痛欲绝。她回忆说，女儿被释放后对她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做坏事，希望他们道歉。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也为了查明真相，母亲选择在露娜被逮捕1年的今天，正式提起诉讼。她对管辖警察的国家以及兵库县政府提出了约1亿日元的损害赔偿诉讼。母亲在记者会上流着泪说，为了查明真相，也为了将来活下去的孩子们，希望这能成为一个干净的环境。然而，面对遗属的血泪控诉，神户地方检察厅和兵库县政府目前给出的回应依然十分冷淡，仅表示这涉及个别案件的具体搜查内容，且目前尚未收到诉状，现阶段不予置评。一个16岁少女的生命，因为一个夸大的举报、一次草率的搜查以及一场残酷的人质司法审讯，就此画下了句号。这场悲剧背后的司法程序正义问题，接下来将在法庭上接受严格的审视。看完露娜的故事，真的让人感到无比的心痛和遗憾。在追求司法正义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保护受害者与保障嫌疑人的人权，显然是所有现代社会都需要深思的课题。当国家机器失去了应有的制衡与温度，原本应该保护人民的法律，有时反而会成为最锋利的武器。你对这起16岁少女之死以及日本的人质司法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该如何做才能避免类似的冤案与悲剧再次发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一起理性讨论。最后，请帮我点个赞，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和田先生，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后续的深度事件追踪。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 Alex，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